盘点最没存在感的6只御三家。在宝可梦世界里，御三家是大部分新人训练家最先获得的宝可梦。因为每个地区的御三家都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无论是实力还是其他方面也会有着很明显的差异。但俗话说有强就有弱，强的自然是存在感爆棚，毕竟大部分时候他们都是主力，就像是甲贺忍蛙和喷火龙。但弱的没存在感的也同样不少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：一、菊草叶、火球鼠、小巨鳄。二代御三家可以说是非常悲催，因为初代大获成功，所以在二代的设定上就一定程度上照搬了前代。但最离谱的是，强的地方没继承过来，问题倒是多了不少，像是喷火龙和火爆兽种族分配完全一样，可火爆兽却是纯火系的宝可梦，面对地面系无可奈何，而且特性萤火还比不上直接增加输出的太阳之力，除非萤火能有饮水那样的效果，不然真的用途有限。当然火爆兽也有火爆兽的优点，光是能喷火就让喷火龙羡慕了。至于大周葵就完全不能和妙蛙花相比了，说是各方面完爆也都不夸张。要说最接近的还是大力鳄和水箭龟，可水箭龟在代版本加强下也变得非常好用，加上程度之后还是风原御三家，被这样夹在中间对比，换作是哪代都有点抬不起头来了。二、演武王大剑鬼。以前总说宝可梦黑白是宝可梦史上剧情最好的一代，而唯一的毛病就是御三家不够强势。当然君主蛇是个例外，但就算出现在剑盾那也不太好用，毕竟几句招式全都是提高速度、提高防御这些增益效果，唱反调这时就有点略显尴尬了。要是无极巨化版本，那效果肯定很好。君主蛇尚且好说，只要有适合它的版本，那还是能够大放异彩。而演武王和大剑鬼就属实有点尴尬了。虽然说演武王继承了火系格斗系的属性，但在速度上他可是拍马都追不上4代的烈焰猴和3代的加速火焰鸡，完全没有出手权。至于大剑鬼则是纯水系，在回想前几代的巨爪怪和帝王拿波，要抗性有抗性，要打击面也有打击面，而他在输出上甚至还比不上强行大力鳄，更别说和初代那些关系户碰瓷了。而到了动画，演武王和大剑鬼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喜欢的，只可惜到最后小只的水水獭和炒炒猪都没有最终进化，人气不高也是意料之内了。三、布里卡龙。布里卡龙说是最没存在感的御三家，我想应该没人反对吧，毕竟纵观整部 XY 它就只出现过1集，而且还不是重要角色的宝可梦，包括希特龙的哈利利到结束也都没有进化成布里卡龙。当然最新的艾兰在对阵丹帝的时候还是用了它，但叫不出它全名的人还是有非常多。再对比莎莉娜的长尾火狐、卡洛斯女王的妖火红狐和小只的甲贺忍蛙，布里卡龙人气低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加上游戏里它还是草系格斗系这个比较坑的属性组合，在第6世代的游戏环境基本上就是被烈剑鹰突突到死的炮灰，哪怕烈剑鹰被削弱后也是如此，所以想让布里卡龙翻身是真的太难了。以上就是存在感不高的御三家了，那么你们还觉得还有哪些御三家也是这样呢？